露丝还有另外一个外号。奶奶一不小心喊出来，网友，我没听错吧？当然，除了郑业成的人气之外，赵露思饰演的谭川这个角色更受欢迎。长相甜美可爱，古装扮相更是让人期待。凭借灵动的演技，她有着爆发力的表现力。为了更好地诠释人物，她仔细研究人物的特点，只为将更美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。在他们面前，从目前3000压杀的播出记录来看，努力拼搏的赵露思确实收获颇丰，网络上对她的评价也是相当高的。视频中，赵露思和奶奶围坐在餐桌旁一起吃饭，过程中她听到外婆无意中称呼赵露思为赵德柱，听起来像是能盖的谐音。不管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从奶奶口中喊出这个昵称后，看到的网友们也是直呼奶奶太可爱了。可能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录视频，但也没必要刻意回避，因为赵露思以往放出的视频基本都是这种风格，让人感觉很真实。就是我们熟悉的宝藏少女赵露思，是游王接班人。由于《大宋少年》和《苍兰的审判》的好口碑，易正导演也被提拔为顶级流量总监。9月末开播的新作《至道》本被观众寄予厚望，却很快被一集剧翻盘。画面中，金晨正在给王安宇喂食，王安宇抱着金晨，张大嘴巴等着被喂，可能是他的表情有点硬。网友们将这张照片解读为小姑姑和痴呆侄子的合照。王安宇被嘲笑年终演油腻妈妈难受前2天，这个内容的正片终于播出了。客观地说，结合前后的剧情并没有那么油腻。完整的剧情是王安宇生病，金晨给他开药，姐姐难得温柔，弟弟自私故意撒娇，喂我吃药就好了。说完，弟弟扑进了姐姐的怀里，求抱抱。喂药、喝药的动作和表情都正常，而且此时2人正在谈论田径。有了这样的对话作为基础，金晨和王安宇之间的互动应该会更加自然和生活化。说起晋江的经典姐弟恋 IP 赤道，肯定榜上有名。原著圈粉无数，尤其是男主角段誉成，是一只可爱的小奶狗，拥有一众忠实的追随者。从定档到最后一部电影开播，王安宇与段誉成的配角颇受争议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，以及王安宇是如何解读的。赤道是一部以田径为背景的青春竞技剧，故事并不复杂。该剧讲述了南湖大学田径队助理教练罗娜、金晨氏发现了潜力无限、热爱跳高的阳光男孩段誉成氏。王安宇和2人携手踏上了田径竞技之路，在追梦路上收获了一段成长与爱情同时发生的故事。青春加爱情加竞技是近几年国产剧中常见的组合。体育题材属于国产剧的短板，很难产出优秀的作品，所以直到从筹备初期就处理得很严，能不能拍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男主长得像不像运动员是大家讨论的焦点。罗娜虽然是助教，但她作为退役短跑运动员考入南湖大学读研究生，并担任田径队助教。即使退休后，她的身体状况仍然很好。原著形容罗娜身材高挑，皮肤白皙，由于多年的锻炼，她的身体看起来很有韵律。是不是太薄了？没想到正片里的她又瘦又肌肉。此外，她还是一位姿势和身体线条极佳的舞者。她令人信服地扮演健身教练。罗娜和段誉成、伯乐和千里马有关系。千里马能跑多快多远，是这条田径线成立的充要条件，所以段誉成几乎就是这部剧的生死选角。对应王安宇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段誉成以高中生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，身高只有179厘米。因为热爱跳高，他结合高强度运动加喝牛奶，最终将自己的身高定在了182厘米。王安宇身高183厘米，已经不错了。说到体育生，我总会想到黑白的画面。段誉成，请看原著中的2段描述。段誉长得真好看，一身时尚运动风，脸小，头型精致，五官虽然精致，但一点女人味都没有，皮肤白皙，身材好，她也很漂亮，看起来新陈代谢特别好。
他的眼睛不大，但是很有精神，五官看起来轻盈精致，有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可爱和帅气。论肤色，王安宇也是相当白皙，他长着一张瘦长的脸，骨感明显，方形的下巴棱角分明，下颌线棱角分明，整张脸可以说是棱角分明。鼻骨高，鼻根丰满，再加上一双圆溜溜的内眼，让整张脸介于未成年男孩和阳刚男人之间。王安宇眉眼柔和，嘴巴小巧精致，唇角微微上扬，给人一种奶油小生的感觉，很符合他的轻盈可爱。从颜值上来看，王安宇和段誉成的一致性还是挺高的，但是在身材上，王安宇就不得不被诟病了。段誉成从小就热爱运动，长大后的他阔背紧腰，大腿粗壮，跟腱修长有力，他的身体就像电脑设计的机器人一样美丽。当他和洛娜近距离接触的时候，他强壮的肩膀和手臂让洛娜有一种想要拥抱他的感觉。王安宇的身材虽然不是混战类型，但裸奔戏难免露脚，力道不够，而且跳高的应该是身体强壮轻便，但是王安宇在剧中的姿势，不管是跑还是跳，都有些笨重。当然，要求演员像真正的运动员一样专业，有点不尊重武术。王安宇提前2个月进行了跳高训练，从零基础到能凭实力跨过1.6米，值得表扬。顺便一提，据传原著作者 T 大在塑造人物时参考了职业跳高运动员王宇，他形象好，成绩好。段誉成以文化成就考入南湖大学金融系，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大师。王宇也凭借自己的文化成就考上了清华大学。王宇被很多人认为是段誉成的原型。直到播出时，王宇和王安宇还来了一波奇幻联动。他说，如果有原型，将是一种荣幸。段誉成的人设其实有点像漫画，他活泼、单纯、次要，从文字上很容易看出来，但让他在现实生活中演戏未必能让观众喜欢，尤其是挑出王安宇的一些表演来嘲讽他太过分，也算公平。不过说实话，在完整的剧情里，他一般都是靠脸的。当然，这首先是基于团队对原创作品的尊重，无论是台词还是剧情，还原度都极高，就像一本书。比如洛娜第一次见到段誉成，看到他高高跃起，抓起羽毛球，段誉成意识到有人在看自己，他咧嘴一笑，拧了拧衣角，给洛娜行了一个公主礼。再比如，段誉成来南湖大学找罗娜的时候，拒绝进去，而是想翻墙。他原路而来，原路返回。罗娜无语，你不能从正门走吗？出去后，他转过头，神色又变得严肃起来。那我先下去了。通过一些细节，一下子把人物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原著中有些情况并没有详细交代，需要演员分析领悟当前角色的情绪，然后填入角色的状态。这是段誉成第一次在比赛中获得第1名，队员们围在他身边，笑得跟傻子一样。看到洛娜的笑容，段誉成反而闭上了嘴，眼底的情绪很快溢出，远远地看着对方。这一瞥比感激更浓，比爱更真挚。这样的待遇既满足了伯乐和千里马的相互成就，也为2人关系的转变埋下了伏笔。段誉成的标签就是小奶狗，更何况王安宇真的长得像条狗，不骂。这个角色能够站起来，伊正导演功不可没。之前说过，伊正的能力和审美通过《大宋少年》和《苍兰诀》得到了广泛的认可。后来改了，他在这部剧里的水平还是在线的。最让我感动的一幕是段誉成静静地看着罗娜的睡脸。原著里的描述很简单，一征却用很细腻的方式拆解了主角的小脑袋。此刻的洛娜并不知道段誉成的情绪，她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孩子。阳光照进屋子里，屋子里安静的连呼吸声都能听到。罗娜的手突然垂了下来，段誉成默默观察着，一脸诚恳，发现没有任何动静。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她的指尖，得手后微微一笑，流露出年轻人天真、青涩、懵懂的心理，细腻至极，生动至极，配上恰到好处的 BGM， 画外之人不自觉跟着新走导演的镜头语言和拍摄手法，总能让简单的情节变得生动、精彩、动人。
不少剧迷评价 The Way 既有韩剧的美好，也有日剧的细腻。3. 对于演员来说，很多时候不需要精湛的演技，而是要把书读透，把人物理解到位。如果演员的气质和角色的气质高度契合，那么做修就相对容易了。从气质上来说，王安宇和段誉成的一致性还是挺高的。原著说，可能因为肤色的缘故，他看起来不像实际那么硬朗，但总有一种柔软的青春气息。洛娜第一次见到段誉成，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笑起来非常灿烂，属于那种笑起来会让人忍俊不禁的有感染力的男孩子。王安宇的笑容也很有感染力，他笑起来浑身是卧蚕，青春洋溢，又有些傻傻的，让人捧腹大笑。书中有一句名言是这样形容段誉成的：一个好的运动员必须有向上的能量，他必须积极乐观，顽强不屈，即使在低谷时，他仍然有力量。你看着他，就像看着太阳，概括起来就是阳光明媚，充满活力，充满活力。网友戏称，黄景瑜来娱乐圈是为了服兵役，王安宇来娱乐圈是为了备战奥运。把后一句反过来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王安宇的阳光男孩属性。他在《20不惑》中饰演段振宇是击剑运动员，在《与你一起飞翔》中饰演花样滑冰运动员邵北生。陪伴的制作人说，一开始喜欢上他的是王安宇，他的元气青春自然，干净清爽。王安宇本人也热爱打篮球，他是名副其实的运动 boy。他曾经在一个篮球真人秀节目中，在球场上奔跑，这不就是小姑娘眼中的篮球帅哥吗？与其他狗相比，段誉成完全没有霸道和强大的属性，相反，他喜欢撒娇，满脑子傻气，甚至还有点好笑。关键是他细腻敏感。在他运动生涯的低谷时期，伊洛娜对他说，你只是没有我第一次见到你时那么耀眼了。他瞬间变成了一个小哭包，泪流不止。看完王安宇的采访，记者问他最不能接受的网络评论是什么？摆脱这种感觉，可能真的私下哭了。双鱼座确实眼泪比较多，但段誉成也不是什么妈宝，因为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，他很早就具备了独立生活的能力，做事一丝不苟，踏实可靠，擅长厨艺。在一起之后，他就好像是洛娜的长辈一样，给各种建议。但金晨在采访中表示，王安宇的思维方式有时候还是挺老套的。王安宇会贴段誉成吗？就像所有 IP 选角一样，有1000个读者，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总之，基本符合我的看法，期待在后续的解读中保持同样的标准。狗链姐现在真的是大趋势，除了知道，一共有6部狗链姐待播，这还不算牌。相较于普通情侣，姐弟恋的搭档其实对2位主演的 CP 要求更高，也不容易擦出火花。尤其是对于男演员来说，年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更加重要了。测试令人兴奋，您更喜欢以上列表中的哪一个？